干什么？桌游boy仔，我是牛修明，我是香云。这个月呢有5款好玩的游戏要来介绍给大家。那我们首先第一款叫做这个绝迹蓝星。好，看到这样子的游戏大盒，可能又是一款重策游戏。没有，其实我觉得它没有到非常的重啊，我觉得应该是中策左右。好，那当然也是一款策略型的游戏。但是这一款游戏呢，先跟你讲一下，就是又是一个市面上少见的机制。上次我们介绍萨尔骑士，然后这一次呢，来讲一下它的故事背景。这一款呢，又是一个我最爱的这种设定，宇宙外太空。这种宇宙外太空系的呢，我就会特别的就是喜欢。那它的背景呢，是地球已经爆炸了，也不是爆炸，地球已经不能住了，对，它已经属于一个已经没有人在这个地球上住了。但是呢，我们扮演的是什么角色？其实就是外太空、外星人、外套人、外星人。我们这个外星人呢，发现这个宇宙之中有一个曾经很美丽的星球，叫做地球，就是这个蓝星。虽然说没有人住呢，但是有它非常丰富的资源，就是很多宝藏在这里面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是扮演太空人。所以我们就是太空人呢，要飞回到地球，然后去里面挖宝。好，那这是一款贸易，然后收集，然后拿取资源，然后换取金币，金币就是分数的一款游戏，比较有别于一般的像那种欧世纪分国他们那种东西。你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吗？这个版航空母舰。对，可是又不太对，这是圣母舰。对，你知道星海争霸的妈妈船吗？圣母舰好了，就是我们的圣母舰，就是让你收集资源，可以拿到回母舰上面，你就可以得到分数。好，我们今天就特别介绍这一款。暴雪评大回基地。对，再重新出发。圣母舰好了，其实这一款呢，下次我们会介绍，它其实现在还有2个扩充。那我们这次介绍主程式，那下次如果有机会，我们再介绍扩充给大家知道。好，那接下来，身为中国人一定要会写中国字，但是中国字的起源是什么呢？就是从画图开始。对，起源从秦朝不是吗？我是说画图。画图。画图，所以就大家听到所谓的象形文字。好，那我觉得这个游戏非常的叫什么寓教于乐，因为它其实叫做汉字传说，然后它推了2部曲，第一个叫做古字篇，第二个叫做部首篇。那这个是由爱乐士推出的。那我们从几岁开始学写字？5岁。我不知道。好，5岁抬头。不要理他。我们是从7岁嘛，我们是读国小开始练习写国字，写自己的名字。好，所以这个游戏就是7岁以上的小朋友就可以玩，然后它是一个2到5人的游戏。这里呢，古字篇，它这边可以看到很多那个象形字。老实说啦，就连我自己看都看不进很多。游戏乐趣就是我们今天会抽任务卡牌，谁最快收集到5种不同颜色，这个翻过来它都有自己的一个颜色。任务卡牌拿起来，我们就要对照2张。两收集到了，我打出去，我就可以换取那一张卡牌。那游戏是谁最快集到5种卡牌的玩家就会获胜。其实它也是非常简单的一款游戏。那为了增加游戏乐趣，所以它里面也有所谓的功能牌，干扰其他玩家交换等等。这个部首篇，对我个人比较爱这种部首篇。你有玩过文字接吗？就是接最后一个字嘛。对。然后成语那一种。不一定成语，就是一个词，对，常常接到孩子、孙子、就是以前玩到子这个字，大家就会卡关。好，那部首篇呢，它其实有分2种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我今天抽到了一个女字部的部首，可以用前后接龙，比如说女孩，然后少女，然后再来它前面就是。比如说我今天有5个玩家，那上面就是我猜谁会跟我写一样，下面就是我猜谁不会写到这些字，然后它分别去计算分数。好，那比较算是有点合作的关系。第2个就是我直接写部首，部首就是一样，就是我有写到的部首，谁跟我一样我就得分，然后没有写到的我也得分。这个就是让我们练习，小时候我们不是都会练习那个造字或是填词。对，其实我觉得这个很适合透过游戏，然后去学更多的文字跟写对字。现在很多人都很少写字嘛，
可是透过这个游戏，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字长怎么样，然后我们自己动脑，然后就可以参与其中。所以我觉得这2款是我觉得蛮喜欢的，就是小游戏，然后小朋友都很可爱。接下来要介绍就是永远的爆炸猫，爆不完的猫，爆不完的猫的主题，我们来数一数我们曾经的爆炸猫系列。细数，请看这部影片，这部影片，这部影片。原厂爆炸猫，还有什么微笑爆炸猫，然后黑洞猫，僵尸猫，还有我们爆炸猫大河版，然后料理食谱版。好，那今天呢，就是我们的主角啦，叫做天使与恶魔的英文，我们就为什么天使叫 good？ 天使为什么叫 good？ 为什么天使叫 good？ 好，他应该是写好天使跟邪恶的天使的为什么 good？evil 没错啊，为什么 good？ 那我们来快速讲一下这一次的天使与恶魔有什么不一样？当然就是多了天使与恶魔这2张牌。游戏呢，你会拿到1张，会拿到世界末日卡。当你把它打出来的时候呢，就会启动天使与恶魔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会把这2张牌放在你要指定的1个人的玩家前面。好，如果他抽到恶魔卡，当场暴毙，等于说是加速这个游戏，但是你还是可以用拆除卡把这个东西把它拆出来，不会那么严重。好，然后另外一半呢，就是你可以抽到那个天使卡，可是其实你要打出来才会生效嘛，对不对？哦，那真的也是，那你会打吗？因为你打出来，你有1半会暴毙。因为我想要快点结束这个游戏。应该是说，我每次玩爆炸猫没有活到最后过，所以就先搞，你就看哪个人可能手牌多了，你就搞他一下。因为其实我觉得这游戏真的就是运气，当然有策略，但是其实很多也是没有。这游戏就是霸凌的游戏，你只要霸凌的，你被霸凌了，你就已经活不了多久。爆炸猫全新的系列给大家，我相信未来应该还会有陆陆续续不同的爆炸猫这样。我期待迪士尼100周年跟爆炸猫合作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在新锐展看到一款这个游戏，可以介绍一下给大家。戏精酒吧，我们直接玩一次给大家看就好。这么简单明了，还有送这个小饭。我们讲一下这个机制，它是一个随便来看一下，随便抽1张牌，你就会发现它有8个题目，抽1个，我不能知道。然后呢，这时候呢，我就要来对应我上面的题目呢，要来表演。那你还要来猜出我表演的内容是几号的数字？想我吗？表演完了。讲一下它里面有什么。第一个，伴侣久别重逢的想我吗？第2个，爸妈到幼稚园接小孩。3，讨债公司抓到你。4，调戏女生时说。5，调戏男生时说。6，意外发现儿时玩具。7，明星在演唱会跟粉丝说。8，跟不熟的人开玩笑，我觉得有难度哦。4或5太上了吧？有难度哦。我猜是5。好，公布答案。4。好，它其实题库有非常多种，然后这游戏好玩的地方是，对方是看不到你的脸的。所以你就可以拿一个东西去把它遮住眼上面的数字。它很难的地方是，题目你也发现它很多题目其实是蛮相近的，对呀，所以其实是不好猜，而且也考验你演戏的这个功力。好，那当然这一支我觉得蛮有趣的，我们也可以拍一支短影片给大家看一下。活动资讯，我们下个月的桌游剧我们定在哪一天呢？11。4个1，礼拜6。所以，请各位光棍们一起来跟我们同乐。不想变光棍，也可以带你的未来另一半一起。说不定你来了，就从光棍变成不是光棍了。好了，我们希望大家就是可以下个月一起来跟我们同乐。喜欢影片呢，或者说想了解更多资讯呢，还是想看我们拍任何影片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。那请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。开启小铃铛，记得帮我们超级感谢。好，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